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发现义子和不离院的女主角有关系，跟踪的时候被发现了。义子和也在这儿，看来他冲我约的客户下手了。难怪你会这么抢手些。找准机会，赶紧溜！这么多人怎么溜啊？我已经报警了，现在跑还来得及。走。你受伤了？没事儿，义子和已经先我们一步了，我们得抓紧了。先去医院吧。眼前的事要紧，你先回去，我们走。好。来，干杯！哎呦，陆总，杨幂，小易总来的比你们早，也很爽快，用更高的价格买走了我的货。王总，可您先答应跟我们谈的。哎，货呢，卖给谁不是卖呢？小易总都交全款了，我看你们还是找别人吧。啊，王总，我保镖疏忽，让不速之客小了雅兴，我们换个地方吧。好，全听小易总安排。好。这次你输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耽误的几分钟，我好不容易联络的王总被义子和截胡了？你存心的吧？我已经查出来是谁出卖了图纸，我会想办法让他站出来。只要让大众知道是易华在使唤，我们就还有机会可以扳回来。义子和已经发现你了，你没机会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证人我已经让秦寻盯着了，我们还有机会的。用不着你再帮倒忙。我先送你上医院吧。现在牺牲不然还来得及，只要抖出他是易家人，局面马上就能反转。我想赶在你出门前来跟你说声谢谢，谢谢你保护我，还有之前刘总的事你对我凶，我现在都明白了，我以后不会再成为你的拖累，我保证。你最好说到做到，不然我一定把你从隔壁赶出去。我会做到的。你的手怎么样了？早日康复。彼此彼此。现在我们还没输吧？说什么梦话呢？没睡醒啊你！出门了。等一下，给你的。No。爸。哎，小冉，你这个点应该上班啊。你有空打给我，是计划不顺？义子和比我快了一步，我失去了泄露图纸的重要人证，而且还是没有人愿意提供建材。我想帮陆总出力，你能给我支招吗？以我对陆岑阳的了解，他不可能没有后手。你该做的已经做了，现在倒不如先安静的看着。爸，我现在需要的是逆转的办法，那实在不行，我只能……你啊，办法不是没有，但你得足够沉稳。
才能去跟你奶奶编出一套陆存阳足智多谋的说辞。奶奶，你怎么还有心情拍照啊？之前找你，你拒绝了我，今天怎么又来找我了？易子鹤中了陆存阳的计，奶奶你好好想想，陆存阳是怎么利用泰勒算计二叔他们的？他是那么容易就轻易被打倒的人吗？昨天晚上，陆存阳拼命巴结的王总，也被子鹤截胡了。他已经输定了。你是想来告诉我，他是故意的吗？没错，福利院改建用的是我的方案，我选取的是二手建材，因为福利院改建需要抠预算，但陆存阳故意换成了昂贵的环保特种建材。这里里外外全都是最贵最环保的，他就是算准了易华会有所行动，好让易华和供货商们吃下最贵的货，但他就是要用这个手段，让您因为囤货而资金紧张。真是可笑啊！我易华那么多住宅项目，日后打高端精装修，还能消化不掉吗？易华用最顶配的精装修，那价格势必也会水涨船高。这个时候，陆存阳便会利用品上的设计优势，在未来性价比高的住宅项目上和易华打价格战，用易华原本的价格优势打败易华，这个才是他的计划。我押注从来不单押。如果你的情报有误，想想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后果。如果二叔和子鹤真的有过人的能耐，您就不会在我拒绝您之后，还默许我继续待在陆存阳的身边。奶奶，陆存阳做这一切，他就是为了迷惑我们一家，好让子鹤傻乎乎的从供货商的手里面先把这些货吃下来，等到他真的一都买下来了，陆存阳就会有所行动，到时候后悔就晚了。趁现在让易子鹤悬崖勒马还来得及。怎么了，奶奶？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心跳加速。我骑车来的。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取得陆存阳的信任的。网上的新闻一说图纸是设计师泄露的，公司的人就煞有介事地对我进行了调查。但是奶奶，您听到我被开除的消息了吗？还有，子鹤的保镖为难我，是陆存阳为了保护我才受了伤。如果这些还不能够说明问题，那奶奶您再好好想想，陆存阳想要调查清楚易子鹤手下的身份，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为什么不报警？是因为他不想打破计划。陆存阳倒是为你做了很多呀。一个年轻有为的老板为你做这些，你一定会感动吧？一个女人在感动的时候，喜欢感情用事，所以你才找我说了这么多，想让我打断子鹤他们的行动。本来我还想谨慎一点，但你来找我，可见陆存阳已经黔驴技穷，无还手之力了。不是的，奶奶，你呀，与其关心陆存阳和品上，倒不如关心你的父母。他们已经被我赶出一家，现在在哪儿流浪还不知道呢。赶快找到他们，给他们送些钱去吧。妈，你和我爸搬到哪儿去了？好，
我现在就来找你们。华董，我们现在回公司吗？干嘛不进去啊？真的是一华赢了吗？对不起，我太想帮忙做点什么了，没听你的话，是我自以为是帮倒忙，自作聪明害了你。我没想到事情会落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，我没脸见你。你在跟我演苦肉计吗？我没有，我是真心想帮忙的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就算要开除我，我都认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如你所愿。不是，你哭什么呀？我承诺了要给孩子们变魔法，修一个新家的，我现在做不到了。原来某人的眼睛是洒水车啊！你没哭过呀？怎么每次我特别背的时候，都能被你看到我的球样？我不是特意来关心你的，是福利院院长给我打电话说，易华的画廊愿意找我合作提供建材。我跟他在福利院见了一面，现在问题都搞定了。真的？你别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。我刚才说的话都算数。如果你真的十分为难的话，你不用管什么面子不面子，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，再大的锅我都背。就你这小身板，能背什么锅？这么不相信我的危机处理能力，你信不信我罚你去公司扫1年地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可以继续留在公司啦？嗯，我什么时候说开除你了？去哪？同事们都给我道歉了，你要求的吗？其实你不用客气的，保护员工是老板的责任。就算是个保洁，我也一样为过。某些人侥幸赢了一次就开始膨胀了，趁机给自己建立良心老板的新人设。我可不是侥幸赢的，我假意示弱就是为了引对手上钩。反正你赢了，怎么吹都行。我吹牛？我一开始就算准了，易华会拿建材来卡脖子，他们越想让我无路可走，就越会疯狂。这时候我找谁来买建材，他们都会提前抢断，循环往复下去，易华的资金链必定吃紧。华董想要自保，就必定拿他手中的建材来求我合作。真的是一华赢了吗？之前在福利院的时候，你早就知道了，还在故意吓我。你这样捉弄我很好玩是吧？没想到你当真了。喝点茶洗洗脑子吧你。
茶聊天，你别光喝茶呀，有想说的话得说。这一秒暂停的刚刚好，我们都路过这个街角，落花会飘几秒，谁会知道？这心动还会持续好几秒，想要和你一起去海岛。他不会真的生气了吧？希望你不要轻易拒绝我的邀，没有其他烦恼。我老想他干嘛呀？除了你没什么需要，好想要带你一起去城堡。希望你这帅气棱角分明的脸，健硕的胸肌，持续每一秒，就让城堡被爱围绕。早日康复。彼此彼此。完了，得找个由头。喂，帮我送红豆、红枣还有蜂蜜去福月阁 B 栋。没事儿干嘛拍我呀？拍了你又不道歉。您的外卖？我没点外卖，你是不是送错了？没错，是您的门号。连夜炖，一早送来。好吃的话可以抵房租，难吃的话，福利院改建也不用你跟进了。没人。这本书很适合你呀。圆脑袋，再给你画一个飞拖鞋。说话算数，能减房租的吧？
你已经转正了，项目奖金加上工资，付完房租之后应该很富裕啊。你别抠抠缩缩的，这粥我可是熬了一晚上，觉都没睡好。行，给你按外卖价格减，行了吧？这粥你别光熬我自己的，把你那份也算上。以后要经常跑福利院工地了，身体要有保障。决定了吗？要让我跟进福利院的项目？那这粥以后天天熬，天天包，等到老板您不药而愈，生龙活虎，这个粥我再换别的。让你去市场部就去对了，你看你现在进步多快。您说的对，老板您也看过这本书啊？这本书我跟很多大 V 推荐过，都没有像老板您这样买来读。老板您真是与时俱进，求知若渴。我就随便翻翻，失眠的时候看。我能看看吗？这本书你不能看，这个才是你要用功的。这是福利院改建的项目书，你要烂熟于心。不同的材料、不同的装修要求，包括跟谁对接，包括天气等等不确定的因素，你都要做充分的准备，不允许有闪失。我一定不会让公司失望的。福利院这个项目在筹备期间就一波三折，我之前跟你说的不是开玩笑。一个项目，除了各展所长之外，更多的是协同配合。能听明白吗？明白，一定会让您看到改观。你最好说到做到，否则福利院开工的奠基仪式你就别参加了。知道了，我去上班了。等一下，这个粥以后少放点蜂蜜，偏甜了。那是我的口味。知道我挑巧克力的口味好了吧？窥探我隐私呢？我没那么心机，没想到你这么喜欢我挑的巧克力。我为什么要拒绝好吃的零食啊？我听说你短短的时间就跟设计部的同事打成了一片，看来我的激励很有用啊。我就当你是在认可我。我有必要提醒你，姚蜜一直替我监督公司的内部运转，你不要想着收买她，跟她保持好一定的距离。原来你突然出现不是认可我来的，而是敲打我别太靠近姚蜜。可能我表现得太急切了，我会慢慢来的。我觉得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有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没必要花费精力。不早了，一起走吧。你是在替我不值，顺便关心我一下？我是怕你太晚回家，我明天没粥喝。我有工作，少操心没用的心。下班吧你。有人吗？你没事吧？姚蜜，你怎么了？你生病了？没事儿，你走吧。公司除了你我都走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不用了，我休息一会儿，自己回去。你要是讨厌我，等好了再说嘛。别这样，上来。既然都看见了，我不能让你有事。陆总，这没你事了，赶紧回去休息。要难
怪他之前那么紧张，明里暗里让我不要靠近瑶。原来是怕我发现他们俩的地下情。都有主了，还装什么单身汪老？还想偷拍？我还是留下来打个掩护吧。我不是让你回去吗？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累了，建医院的长椅歇息脚不行吗？姚蜜怎么样？团队合作不是投机取巧，以后没事少盯着姚蜜。什么叫投机取巧？难道我未卜先知，知道姚蜜今天会不舒服吗？听我的话，对你没坏处。我要攀关系就直接攻略老板，盯着一个秘书绕那么大圈干嘛？你干嘛？蹭车，对炮老板没兴趣。你开车跟蜜蜂学的？停车！见同事生病，我送他去医院也会被莫名其妙的说一通。欢宁，你开心吗？姚蜜的身体状况不想让人知道，我让你走，你却留在医院，做错了我不能说。在公司，他是需要保持神秘感的总裁秘书，但现在他只是一个生病无助、需要被保护的病人。况且是我送他来医院的，总得有始有终，确定他没事吧？非要说我做错了什么，那顶多就是撞破了你和姚蜜的情侣关系。不用紧张，我是一个很有分寸的打工人。你到底是从哪里看出来我跟姚蜜在谈恋爱了？我又不瞎，你刚刚跑到医院那个紧张的样子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可怜姚蜜，谈个恋爱还要给你搞地下情，你以为自己是明星啊？偶像包袱那么重。你说够了没？没有。既然你俩的关系不一般，那你更应该在乎他的身体健康。他晚上加班都那么晚，你就不知道问一句吗？长得帅当霸总也要怜香惜玉，不然跟渣男有什么区别啊？你听我把话说完再进屋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跟姚蜜不是情侣关系，只是纯粹的事业搭档。听明白了吗？您不用跟我解释，您是老板，喜欢谁跟我没关系。开工的奠基仪式，既然我没有达到您的要求和同事们打成一片，那我就不去了。还有一天，你着什么急啊？那就当我不想努力，选择躺平呗。随便你。我说怎么了？迟到了。今天的粥里没有花生吧？如果再忘记我交代的，立刻赶你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个时间点你不是应该在公司开例会吗？我在哪干什么？不是你一个佣人可以过问的。什么佣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你屡次拖欠房租，利滚利，已经欠了我这么多钱了。房子我已经收回了，好好当我的佣人还债吧。我不是在平上上班吗？我会好好画图，努力还清债务的。你已经被品上开除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老婆不喜欢你。老婆？亲爱的。对。
我不喜欢你。你们，我怎么做这种？萧冉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几句话离不开陆晨阳啊？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一个一句话能让我气3天的刻薄鬼？他不就是为了我拒绝和刘总的合作，公布了泰勒的罪行，在奶奶面前维护了我几句，对孤儿院的孩子们有几分爱心？难道这样就能让我心动了吗？他有女朋友，只不过是地下恋情。非要说我做错了什么，那顶多就是撞破了你和杨幂的情侣关系。我又不瞎，你刚刚跑到医院那个紧张的样子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我再重申一遍，我跟姚蜜不是情侣关系，只是纯粹的事业搭档，听明白了吗？您不用跟我解释，您是老板喜欢谁跟我没关系。难道我吃醋了？咱们现在开会啊，把昨天整理的文件打开。不然，开会呢，严肃点儿。那天多亏了你，不过我的身体状况要帮我保密哦。我跟同事关系一般，不会多嘴的。你可真有意思。晚上你有空吗？要不要一起喝一杯？姚蜜一直替我监督公司的内部运转，跟她保持好一定的距离。等你身体好利索了，我们下次再约吧。拒绝我的邀请，是不是老板说什么了？这个真的很好用，我特别喜欢。走吧，喝一杯吧。谁说老板能干涉我们做朋友的？好吧。你今天约我出来，不仅是想谢我吧，还因为我撞破了你和陆总更亲密的关系吧？你发现我和陆总是什么关系？一般办公室恋情都不想曝光，更何况是老板和秘书的关系。你不想官宣，我懂的。你怎么会觉得我跟陆总在谈地下情？
你晕倒了，我没有告诉他，但是他第一时间赶到了，非常紧张，还很凶的警告我，像我触犯了天条似的。这霸总嘛，总有些奇奇怪怪的不想官宣的理由，我理解，保证管住我的嘴，我可不想丢了饭碗。我头疼是老毛病了。马医生是我的主治医生，一定是他通知的老板。我要是住院了，肯定会影响公司很多事情的。老板他能不紧张吗？我跟陆总就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，是吗？放心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照单全收。你怎么还不信呢？我恨不得赶紧来个老板娘把他收了，这样我就不会被推出来挡刀了。陆总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单身，其实我都怀疑他性取向有问题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说他会喜欢哪个类型？是阳刚的，还是阴柔的？我觉得应该是。这不是大名鼎鼎的设计师不染吗？哎，那么年轻就拿下普利院的项目，真是前途无量啊！啊？哎，这美女谁啊？也不介绍一下。他是我朋友，不是你能撩的人。没说要撩他，敬没敬？好不好？来。不然，你不看看你是谁，敢当众泼我？你是要疯了你啊！易总，你被品上收拾了几回，连我这个陆总身边的秘书都不认识，你们情报工作做得也太差了吧？哦，区陆岑阳身边的秘书，我哪里看得上眼啊？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是吗？不过易总您的花边新闻我可是耳闻不少。作为行业里话题度最高的男人，被你盯上的女人都要被孟家收拾，得多没眼力劲儿才会想着当您的枕边人呢？不然，刚才我被他叫了美女，我是不是得赶紧去买个护身符，给自己辟辟邪？我们走。让你把话说清楚。放手！你信不信我让法务部的同事跟你聊聊，帮你更出名如何？走。没想到你怼人这么厉害，这不喝了点酒吗？真扫兴，我还没喝够呢。这样，去我家续摊。好，走了。干杯！你家真漂亮啊！一件一件不起眼的旧物都被你布置得好高级，漂亮吧？我之前留学的时候就给一些没钱做装修的有缘人搞设计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感谢我，我就会收下他们不要的这些小凳子、相框，还有一些旧花盆。这些东西呢，承载了生活的印记，也就承载了我们之间的友谊。我把他们运回来可费了不少劲呢。看得出来，你真的很喜欢设计，才会这么用心地布置家里的每一处。可是我再喜欢设计，回国找工作也是一样的艰难。我搞这个装修其实有个小心机，我想听。当时我去品商面试，不是被拒了吗？我特别不服气，我就查到陆总的对面还空着，想方设法把它租下来，好让陆总对我慧眼识英才。错过谁都不能错过我这么有情怀的设计师。得逞了吧？才没有！陆总让我借着住高档小区的机会，多去楼下蹲几个高净值的客户，祝我发财。陆总现在很信任你，把公司最重视的项目都交给你了，我相信你以后一定能够大展拳脚。
但愿吧。我就希望他不要一会儿跟我并肩作战，一会儿又翻脸不认人，一会儿阴一会儿阳的。杨幂，你刚刚说他取向有问题。我刚才开玩笑的。陆总取向正常，只不过他不会轻易喜欢上一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旦有了喜欢的人，就有了被对手拿捏的软肋，所以他一般不会轻易表露感情。原来是这样，他也挺不容易。你俩住隔壁，他有尽过一点邻居情谊吗？哼，拉倒吧！我第一次上班的时候车胎坏了，想蹭他的车，他让我自己打车，他一溜烟自己开车走。听起来像是老板能干出来的事儿。下次他车坏了，你也让他打车，我让他跟着我车后边跑。对，干杯！我一回来，结果那个女客户就非常生气，我就一直道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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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气的呀！我真的是回去我就想找，不然，杨幂，我们继续喝。起来起来，地上凉。我的酒，我的酒，快起来！我的酒，你。回家了吗？怎么才接电话？进来吧。原本只是想试探一下不然的水深水浅，没想到不行喝。你等我一下，我一会儿送你回去。不用了。喂，师傅，哎，我马上下来。我叫车到了，你把他抬到床上去，别着凉了。我先走了。路上小心。走了。杨幂，今天聊得很开心，吐槽陆总过瘾。陆总，你别看他在生意场上很厉害，其实他有很蠢的一面。不止一面，有很多很多面，像个木鱼一样，光敲得下。奥秘，谢谢你愿意跟我做朋友。这些年，我只懂得一个人全力以赴地奔向目标。难怪陆总要让我和大家团队合作，我根本不懂怎么交朋友，怎么和大家合作。虽然啊，但是啊，我要是去不了开工仪式，还是会好遗憾啊。我也想好好交朋友，我也想好好走心嘛，可是要怎么办嘛？轻轻走出圆满的剧情，来不及变成温暖的雨滴，为你抚平叹息，为你拨去乌云。
早啊，老板。也不早了。记得减房租要兑现啊。你耳朵是间歇性好使吗？说到减免房租，听得很清楚。今天粥怎么这么少啊？昨晚眯了点小酒，粥熬过头了。你酒量很菜吧？看不起谁啊？我能喝一点的，就是没有喝酒的习惯吧。有睁眼说瞎话的本事是干市场的料，继续在市场部好好锻炼吧。今天是福利院改建开工仪式，会有不少贵宾到场，你去了别给我丢人。我也可以去吗？去换一身正式点的衣服，一会儿一块出发。好的，老板。这一秒暂停的刚刚好，我们都路过这个街角，紧张的小心脏。来了。你看，这些小朋友们多可爱啊！我怎么感觉这照片里面你的脸好像变大了？你看看。哪有？我只站在前面而已。你让我看看。感觉是不拍照，现实里面脸好像也挺大的。我有一份很重要的策划案要看，你去公司找一下，然后送到我家来。这找你干嘛？我有一份很重要的策划案要看，你去公司找一下，然后送到我家来。怎么了？回公司。不是，你那么晚回公司干嘛？老板黑心，没办法。当老板真了不起，非得让我去拿策划书。你这门开的也太快了吧！你吐槽的声音再大一些，我可以去楼下恭候你。我就 rap 几句打发无聊。你泡茶呢？楼下都能闻到茶香味儿。想着不能让你白辛苦一趟啊！你在老伙计吃饱喝足了，总得回来喝点茶解解腻吧。你倒不如说你是叫我去拿资料，于心不忍。你怎么知道我去老伙计吃饭的？那个，你生活轨迹3点一线，很好猜的。喝茶吗？茶具不错啊，工艺精细，包浆还这么厚。我平时一个人喝茶懒得用，有点对不起他们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送你了。茶具是要养的，你懒得用，是想让我帮你代养？我在你心里就这么爱占人便宜吗？送你就是送你了，以后你帮我跑腿的时候心甘情愿一点就行了。无功不受禄啊！这么贵重的茶具，平白无故送我，怎么好意思收啊？我是不是对他好的太明显了？你要是觉得太贵重的话，你把这些设计图拿回去看，挑毛病，明天下班之前交给我报告。我说呢，天上不掉馅饼，你是想让我去得罪设计部的同事？我不去。晚安。想送东西给他，怎么还送生气了？报告只要我看，意见能让我满意的话，调你去设计部。
老板，我觉得你们家的好茶不能浪费了，我正好有好的茶点，就一起带过来了。我们可以边吃边喝边聊工作。陆总，这茶的回甘太有了。这茶年份久啊，你慢点喝，小心醉茶。放心吧，我吃了秦勋做的美味沙拉和三明治，不太容易醉茶。我以为秦勋就只会泡个咖啡、调个酒呢。那是你不了解他，秦勋手里的绝活可多了。他做的菜想要抓住女人的胃，轻松。哎，一说到吃的，我有点饿了，我去煮碗面，你要不要来一碗？不用了，陆总。我其实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想跟您说，我要退租。不是，为什么？住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搬走啊？是因为房租太贵了吗？不全是因为这个。我想把工作和生活分开，和老板住得太近，不太方便。你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控诉我压榨你？我是认真思考以后才跟你说的，押金不退我都没关系。差你那点押金啊！喂，陆总，明天是我生日，我想邀请你出席我的生日派对。这是我来品上过的第一个生日，你可一定要赏脸啊。凯瑞，我没有参加派对的习惯。如果你愿意跟福利院改建庆功宴一起办的话，我倒乐意参与一下。好啊，我本来也有这个意思，正好和同事们一起庆祝。好，那就这样。不然，明天是 Carrie 的生日，要跟福利院改建庆功宴一起办，我得好好策划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弄。所以你搬走的事情，我们过2天再说。你要给 Carrie 办生日宴？你耳朵是间歇性失聪吗？我刚刚说了要跟福利院改建庆功宴一起办。哦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，今天咱们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！来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姚蜜，你怎么不喝酒啊？我负责送陆总，就不喝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不然你就喝这么点儿啊？不然一会儿还要画图，喝多了没法工作。陆总，今天也是福利院改建完成的庆功宴，主设计师不喝可说不过去啊！你们说是不是？是啊，不然喝一点吧，不然喝一点。凯瑞，你是市场部的顶梁柱，我代表公司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陆总，是您让我找到了适合我的事业。不过我要跟您这样喝。生日快乐！不然，你真不喝一个？是我平时是对你严格了一点，但那也是为了陆总和公司好，不是？也是为了让你尽快的成长，你要理解。来，咱们喝一个。对呀，喝一个呀，喝点吧。凯瑞，不然的酒量很差，我陪你喝。陆总，市场部的人平时可少不了酒局，酒量差就得练，而且这点酒也难不倒不然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喝点吧。不然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可是今天也是你的庆功宴呀，这个面子你得给我。是啊，喝一个吧，不然。喝点吧。不然是真不能喝。Carrie，生日快乐！哎，我比你大不少，应该叫我开瑞姐。说错了，把酒干了。干了呀，不然。
陆总，不染虽然平时有点刺儿头，但是他的性格我还挺喜欢的。我对他的态度可全都在酒里了啊。不然，今天当着陆总的面，用你的酒品展示一下你和市场部团结一致的态度吧。凯瑞姐都干了，你也干了吧？干了不是？对呀，干吧。可以了呀。一起敬陆总一瓶，谢谢陆总给我们机会敬品上。凯瑞，知道你今天开心，别喝多了。陆总，您心疼我们知道，但是喝了酒才能展现心意，不是？不然，谁不喝谁就对不起陆总。陆总，既然凯瑞姐说喝的越多越能表示心意，那我就抢一点寿星的风头。多表示一下，让眼红的人看看，我知道你对我这么好。就这点酒量还想抢风头呢？你住东边是吧？那你送他回去吧。啊，我还想多玩会儿呢。我跟不染住得近，我送他。哎，慢点儿。我去拿车。好。陆总送他回去啊？不知道。凯瑞姐，今天你生日，我们快进去接着唱歌吧。走吧，组长。不用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。我送他上学就行了。你一个人？上次就是我一个人照顾他的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没有，您照顾人很专业的，我从小就见识过。从小？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想不起来也知道啊。快回去吧，别让他着凉了。你路上开车小心。哥，今天是我成人礼，我跟爸爸多喝了2杯。我酒量不好，但是哥哥最会照顾人了。你啊，我那个来点这个洗手液。喂，打你多少通电话
话了，总算起了。起床了吗？昨晚同事过生日，我连去，真是可香了。没发生什么事儿吧？我要是发生什么事儿，还能好好跟你说话吗？我起床上班了，再联系吧。我去，我居然睡在陆晨阳的卧室，不惊叫2声，是不是显得我太不矜持了？啊！我以为你要睡到中午呢，过来吃点点心，喝点茶。干嘛把我安置到你屋啊？不然，我家了。怕你喝醉了，像上次一样睡地上着凉，委屈你在我家的床上睡一晚。那我喝多了有胡言乱语吗？秦寻，你来接我啊？都怪你，还有那个 Carrie， 看到他我就来气，气得我一口气就炫了俩。你就不担心你有没有失身，就只担心自己有没有说错话？那你老实说，你占我便宜了吗？你上次被人下药，我都没占你便宜，这次我有什么动机轻薄你呢？因为你快要搬走了，没机会下手了。那动机有很多啊，比如说我是耐看型，你渐渐把我看美了，经不起诱惑。再比如说你暗恋我，但是我清醒的时候你没胆，只有趁我喝醉的时候。有没有？秦寻，怎么办？我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不然我这里怎么堵得慌？你说的是你自己吧？我想不到你搬走的理由，因为你暗恋我，又觉得没可能，才故意躲着我的吧？陆总不愧是陆总啊，真会倒打一耙。盲目自恋是会打脸的。我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我男神，一别7年，还是那么让人有安全感。等我进去避避雨。来不及变成温柔的雨滴，一步一步在你的倒影，一个背影泪中伤，帅的没话说。哪部小说男主啊？不骗你，真有其人。他是一个保镖，比你年轻多了。7年前，多亏了有他帮我，才解决了出国留学的助学贷款。你留学有困难，应该找你爸，是他的任性，连累你交不起学费。奶奶，爸已经为宜家去坐牢了，您只需要为我的助学贷款做担保，学费我会自己赚的。奶奶，奶奶，你姓顾，不姓易，我不承认你妈，更不会承认你。我马上要见很重要的建筑商，你别在这儿碍事儿。给我勇气的鼓励，变成一件抱紧你。把伞拿开，我不需要。以为把自己弄得惨一点，就能博取同情吗？
少天真了。我是不想连累你，凡是同情我的人，奶奶都不会放过的。一步一步在你的道理，轻轻走出圆满的剧情。华董还在开会，晚点我会帮你跟他见上面。变成温暖的语音，为你抚平叹息，为你拨去乌云。也许像玻璃瓶秘密都装进心。一个保镖能有多帅啊？很帅很帅，有他在，看你也就一般。说的煞有介事的，那如果你再遇到这个保镖呢？如果我再遇到他，说不定只会打个招呼，说不定我会倒追他，但是只有见了面才知道。那如果他还有现在你喜欢的人都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选？那不会，除了我男神，我现在没有喜欢的人。这么说，你铁定了要等他出现了？不过话说，你找一个保镖男友，是为了替你揍人？你怎么这么不食人间烟火啊？既然找了男友，当然是让他帮我交房租啊。开个玩笑，这么没有幽默感。你要搬家了，打算搬去哪儿？金勋有很多套房子，随便租给我一套出个朋友价，都比住在这儿压力小。你不会是害怕我针对秦寻，才故意编出的保镖吧？你不会是因为我要搬出去才故意针对我铁磁吧？哎，你心眼儿能不能别总是这么小啊？金勋只会让你损失一点房租，你不要把他当敌人。那你别搬了，我已经习惯你当我邻居了，我不想再重新适应了。那你可以不出租的。我没有再跟你商量，我是通知你。以后你车胎坏了，我可以顺道载你。你要是心疼房租，可以先欠着。有我在，我不会再让你喝酒了。还有，你要是腿抽筋，可以随时找我。晚上可以来这儿吃面。跳动着独立的两个心，太接近命中注定，只叫我们里都是你。像我这么好的房东，你去哪儿找？你说这话是命令，还是什么？你干嘛说话吞吞吐吐的？没什么，有点错觉。喂，陆总，部长太过分了，都超出上班时间好久了，部门会议就他缺席，昨天也没有喝多少，不至于宿醉吧？您看要不要派个同事去他家里？不用了，我一大早找他来看了几幅设计稿，市场部的事情你自己做决定。你为了我，跟 Carrie 撒谎了？我严重警告你啊，你已经迟到很久了，给你5分钟，赶紧去上班。哦，好。
有东西吗？你不用为了省一个烧饭阿姨的钱就给我当司机，我只是煲了个粥而已。你昨晚喝酒没缓过来，骑车不安全。体恤员工嘛，一脚油门的事儿。那你昨晚照顾我是体恤员工的一种吗？别问那么多了，到公司了，赶紧去上班吧。我手机。我来。把你的手挪开。头发，勾住了，头发，你快一点的。哎呦！看什么呢？也没什么好看。喂，哎，我今天去医院碰到姚蜜了，听说你又喝酒，胃怎么样？没事，我已经在上班了。你去医院干什么？我就帮我们同事拿个药，顺便帮你开点胃药。我中午给你送过去。哎，你来的话正好等我下班吧。我今天没汽车，搭你的车回家。行，那我下班过去接你。你从老伙计过来的话比较远，晚点出发可以避开晚高峰。别打了。给千寻打电话呢。她怕我喝了酒胃疼，给我买了点药。她这个闺蜜当的可真够称职的呀。一般人真羡慕不来。老板，你喝什么？你帮我泡杯咖啡吧。你想喝什么？算了，省得你又打副告骂我，说我压榨带病员工。给你放半天假，回去休息。带薪的。你对我太好了，你要是再好，我怕我会误会什么。那你放心大胆的误会。老板，我的身体没问题，不需要请假，我去工作了。陆总，你喝咖啡还是茶？我来泡。我正好找你有事儿，帮我泡杯咖啡。好，马上。男人就是善变，不是不喝吗？他泡怎么又要喝？